这个球如果重来100次，可能施家辉都不能复制一次。再来看，这个红球临到袋口突然拐了一下。大家好，我大圣。就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的资格赛，施家辉对阵本莫腾斯。这场球看完之后，大圣先冷静了半个小时。有些东西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说实话，这场球够施家辉吹上好几年了，但是对于莫腾斯来说，可能会是一生当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戏剧性的场面太多，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下面先看莫腾斯的这一杆较位。现在莫腾斯已经率先拿到了赛点，领到超分的红球。这一杆白球多一点少一点，又或是杆法低一点高一点都可以。当然在这里也不是不可以，这杆中带也不是啥高难度。但是偏偏领到超分，这孩子心态起了变化。好，现在咱们来看看这个球形莫腾斯领先了68分，桌面的情况并不算太好，只需要1颗红球就可以实现超分。咱们先来看一看施家辉的处理，看他打完这一杆就知道他目前的心态。先来看这一杆有点破罐子破摔哦。先不说打的这颗红球会不会往下漏出来，但是右侧的红球中带是肯定会漏。说实话，当时施家辉的心态肯定是有点小崩溃。莫腾斯这个中带没打进，施家辉躲过一劫。当然接下来的劫数还多了。好，下面咱们来看一下莫腾斯的这杆防守就很有想法，领先了那么多，先把局面搞乱，篮球又给踢到了库边。当然这颗球接下来也会给施家辉制造麻烦。好，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小斯的这杆防守，用咱们的方言来说有点网抓抓，翻译一下就是有点找不到北咯。好，莫腾斯打进红球已经超分了。就这个局面，你认为施家辉还能够翻盘吗？说实话，大圣看现场觉得已经死翘翘了。但是偏偏莫腾斯的这颗咖啡他就没打进。好吧，没进就没进吧，单就这个局面来说，想要翻盘还是非常困难。好，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给莫腾斯留下终身阴影的这局球，施家辉是如何翻盘的。大家注意看现在莫腾斯超的分数，施家辉必须每一颗都叫高分值的彩球，想要一杆做回来的话，最多只允许交1颗分球。好，现在留下最后一颗红球来做斯诺克。接下来看一下施家辉的这一杆，中低杆的右塞，非常完美的一杆斯诺克，力度、杆法、白球的打点都配合得相当完美。下面莫腾斯的这杆解球呢，说实话跟那些顶级的大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虽然现在分数上理论是够了，但是真的想要翻盘，这个局面还很复杂哦。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诡异的情节是一幕接一幕。注意看这个红球下来的轨迹，临了快到袋口的时候，好像是台泥有一点逆毛的效应，红球突然拐了一点点。接下来这样的惊险场面还有很多，别说是场上的选手了，
就问场下看球的兄弟们受不受得了。看看施家辉的这个黑球，只是个开胃菜。黑球打后了一点点，导致白球没有到位。这一杆呢，施家辉倒是很冷静。下面来看看莫腾斯的这杆解球哈，黄球直奔中袋而去。就问在旁边的施家辉，袜子有没有扣穿呢？现在的施家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分数已经够了，这一杆黄教率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杆咖啡想去带一下篮球，杆法稍低了一点点。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更加诡异神奇的一幕，看一下施家辉的这杆篮球。说实话，当时他自己可能都吓得魂飞魄散。其实这是一杆很严重的失误，他本意是想一杆篮球的3库防守，但是打后了一点点。这颗球啊，如果再后一点点，又或是挂带脚的话，那肯定就挂了。接下来惊魂未定的施家辉，这杆粉球老实了许多，没有贸然进攻。莫腾斯的这杆做球很漂亮哈，施家辉的这杆解球也是相当的完美，又躲过一劫。接下来莫腾斯的这一杆粉球就暴露出弱点了哈，他想加一点左塞藏在黑球后面，但是打薄了。这杆球呢，施家辉也是非常的冷静，没有2个的低杆，所以啊，这一杆就没有去造次，规规矩矩的选择了防守。好，接下来看一下施家辉的这杆粉球的防守，这才是什么都叫魂都吓掉了。说实话，今天如果小特看了这场球，他会说，哪怕我给到莫腾斯1%的运气，今天的这场球他也不会输掉啊。这一杆施家辉继续没有冲动。再来看莫腾斯的这根防守，又奔着中袋而去，这个但凡心脏差一点，早就给吓死了。咱们再来看这一杆哈，今天呢为什么要好好的表扬一下施家辉？这个粉球就算打进，你也叫不到黑球，而且呀还要冒极大的风险，所以说施家辉又忍住了。大家再看一下哈，莫腾斯领先了12分，现在桌面刚好13分。接下来施家辉的这杆防守给了莫腾斯最后一个机会，这杆球吧是打后了一点点。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个是超级大漏了。但是说实话，莫腾斯打到现在，这局球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接下来就轮到了小斯，可以吹好几年的一杆进攻。咱们前面说施家辉忍了好几杆都没有进攻，那是因为没有叫到黑球的机会。这杆粉球的中袋发力，确实可以吹好几年的牛逼了。打进黑球之后，看看施家辉扳平了比分，拖入赛点。最后的决胜局呢，远没有这一局精彩。说实话，莫腾斯已经垮了。去年的世锦赛半决赛咋就打不出这样的球呢？好吧，好好的吹牛逼吧。我姓斯，斯诺克特斯。这场球估计莫腾斯得抑郁好几年呐。听见场下的观众喊牛逼了吗？不过说实话，真的牛逼。